大家好，我是李灿，欢迎来到 Easy Mandarin 啊！大家看，下雪了啊，虽然不是特别大，但好歹下雪了啊。其实今天早上的时候，雪从天而落，纷纷扬扬的，而且是那种鹅毛大雪啊，特别漂亮。结果到下午的时候，雪越来越小了，现在就像一些粉尘一样啊，被风一吹啊，刮到脸上啊，其实挺不舒服的。我出门前还在想，我要不要撑一把伞啊？现在就是雪落到我的身上，落到我的头发上，瞬间就融化了，感觉其实已经是雨了，没有太大的分别啊。大家看啊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其实就是领夹式麦克风啊，这是我答应大家的啊，有了更好的收音效果啊。但是看了我上期的朋友可能好奇，老师你不是说要出去吗？对啊。其实我昨天就出去街拍了，我发现我这个人特别不适合街拍啊，我特别羞涩啊，我在他人面前啊，有人走过我的跟前，我发现我突然不会说话了，我的思绪会不断的被切成一段一段的，所以我觉得那不是我特别喜欢的状态。我比较喜欢的、比较享受的，其实更多还是这种完整的、连续性的这种思考啊，所以今天啊，继续跟着我边走边聊啊。我其实决定啊，还是回归我的老形式，就是有一个完整的话题。假如喜欢这种形式的朋友啊，给我点个赞呢。我在干什么啊？其实我今天想到一个话题，就是这个星期的一个感慨吧。我觉得特别适合这种形式的视频去说的原因在哪里？就是我可以慢慢的说啊，边想边说，所以我说话的速度不会特别快，适合大家去听啊。中文学习嘛，毕竟速度太快也跟不上啊，而且速度太快的话，我有时候也会搞乱啊。因为我发现了，就是我在做视频的时候特别喜欢的一个主题，其实是关于自己，特别是关于家庭的。我以前也老在想，哎呀，会不会单调，会不会无聊？但后来我又想，连人家托尔斯泰啊，大作家啊，写了那么多作品，《战争与和平》、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啊，世界上最著名的2部小说啊，它的核心都是家庭啊。像我这样的无名小辈啊，我写家庭怎么了？我说家庭怎么了？聊一聊家庭怎么了？因为这个其实是我比较熟悉的一个主题吧。我觉得其实可以聊得比较深刻，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，它是我最近的一个思考的一个主要的方向，就是我觉得人生的里头最重要的一个关系，其实就是家庭的关系。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啊，活一辈子，其实往往都在家的这张网里头，似乎很难挣脱。特别是好像随着这个年纪增长啊，我就会愈发的觉得，真的难以挣脱这张网。你越是长大，你越会发现身上的很多的印记，都是来自于自己的小时候，来自于从小到大生长的那个家庭的。所以在我这个阶段，我今年39岁，这个阶段，我其实是有意的去回溯自己的生活，我就会发现啊，原来我是这样一个人，原来我可以通过过往的一些痕迹，发现我为什么会长成这样一个人。其实我之前在一些场合，我不知道是在大叔中文还是在自己的频道，我说过，我和自己的父母啊，就是不是特别亲近，甚至是有些疏远的。这个其实我不是在控诉啊，现在很多人都习惯就是说把自己的问题怪罪于这个原生家庭等等啊。
我不会去做这个事情，因为我父母其实对我挺好的，起码在衣食住行上啊等等啊，就算在成年后也有一定的帮助吧，我是这样想。但是确实，就是除了这些东西之外，我会发现，确实也少了一样比较，就是我比较在乎的一个东西吧，就是特别随着年纪增长，特别是随着自己有了家庭、有了孩子之后，我发现少了一样东西，就是亲密感。对，我其实，在有了家庭、有了孩子之后，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很奇怪，一个家庭的形式是这个样子的，是这么亲密的吗？家庭不是应该成天吵架吗？父母孩子不是相对而言啊，父亲很严肃啊，妈妈很啰嗦，对，而且我爸有时候也不无调侃的和我说过啊，他在年轻的时候，可能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啊，曾经有1个月都没有见过我。最有意思的事情不是说他出差了或者怎么样，而是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家里头，为什么1个月都没有见过我？这个原因就在于，我早上去上学了，他还没起床；我回来之后，他还没回来。他基本是半夜12点之后才回来的，所以我们2个生活在同一个房间，却像生活在2个不同的平行宇宙似的。就是在特别长的时间里头，我感觉和我爸就不亲，因为没有什么共同的话题。因为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啊，我觉得他是缺失的啊，对，所以不由得，我对他很难生出这种很亲近的感觉。我妈其实也是如此啊。我妈其实我觉得，在我的印象中，在很长时间里，她更关注的是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啊。就是真的，可能我小的时候，因为对我肯定也是有关心的。一个孩子其实在小的时候，肯定对妈妈的需求是挺大的。但是等到我长大之后，我发现，就等到我工作之后，我妈妈成天给我打电话啊等等，说的都是自己的烦恼，都是自己的苦，就是家庭带给自己的不舒适啊。这个家庭指的是他自己的那个家庭，比如说他弟弟啊，怎么不听话呀等等啊。他弟弟反倒更像他的孩子，就是他关心在乎的孩子。比如弟弟没结婚呐，弟弟工作不好呀，弟弟不听话呀，等等啊。我反倒是那个特别省心的孩子。这个其实我觉得在很多的多子女家庭里都有这种状态吧，就是一个孩子很听话啊，不用操心，反倒和父母比较疏远；一个孩子他可能比较让人操心啊，反倒和父母比较亲近啊。所以所以人的亲疏与否呀，我觉得很大一定程度上就是看你付出了多少时间和精力。你付出时间精力少了，自然很难亲近起来。但我觉得真的就是人对亲密感是有天然的需求的。你后来可能觉得它不是非常重要，就说明在这个过程中啊，你得不到这种亲密感，所以你慢慢的觉得我不需要，得不到就不需要，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，对不对？当然，在这种情况下是更为苦涩一些。所以就是我和我父母的关系就是这样维持下来。其实我还是挺自在的啊，我也很心安理得啊。就是我们通常1个星期、2个星期，甚至3个星期都不打电话，不发视频，大家都很心安理得，都没有什么。我会觉得他们很忙啊，他们也会觉得我很忙啊，大家都很忙啊。现在社会谁不忙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没有什么，我一直也很心安理得。直到今年，真的，我突然之间一种愧疚感油然而生。为什么突然有了愧疚感呢？我就是
真正往里看的时候，我就会发现这个愧疚感源于我自己的一些想法。首先，我是一个独生子，独生子就是说啊，我爸妈除了我之外，其实没有别的孩子可以依靠了，没有别的孩子可以指望了，就是在他们晚年。所以我内心深处还是一个很传统的中国人，我觉得父母老了，我自然是要照顾的。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层面上，我觉得自己做的不好，因为我和父母在物理距离上就非常的远啊。我在西安，他们在浙江老家，物理距离1000多公里啊。我假如要回趟家，早上一大早就要出门，晚上才能到啊，所以特别折腾，特别麻烦，而且确实好像很难离开啊。发现就是真的，你定居了另外一个城市，你有自己的工作，有自己的家庭、孩子等等，千头万绪的，就是不得自由，好像不得自由，好像也是借口，谁也说不清楚啊。反正就是这样持续着这种状态。这个状态在一开始其实并没有特别让我愧疚，真正愧疚的点就在于今年我爸妈竟然退休了，他们经营了一辈子的这个家具店关门了啊！那一个瞬间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心情，但在我心里却莫名的激荡起了一个巨浪，愧疚的巨浪啊！我父母就是让他们一直操心的这种事业停止了，那他们是不是剩下的生活会变得特别枯燥、无聊、孤单、寂寞？那么我作为孩子，我没法在他们跟前陪着他们，是不是不孝顺？我就有这种想法，层出不穷的出来了，有点压不住，有点压不住。所以今年其实我挺愧疚的，但昨天啊，我打了一个电话，我突然之间啊想通了，想开了，释然了。打了一个什么样的电话呢？这个东西还要再往前倒一下。这个东西就是我说过，就是我父母和我不够亲近。其实我父母和我儿子肯定也不够亲近，很难亲近啊，没有时间呢。我以前曾经看过一个日本电影，还有一个老电影，小津安二郎的，叫做《东京日和》吧。里面的一对老夫妻到城市里去看望自己的孩子，那种疏离感特别适合自己的孙辈，那种想亲近很难亲近那种感觉啊，当时刺痛了我，对我印象特别深刻。我其实可能本能上不希望我父母是这样一个状态，但是我自己其实是没有什么作为的。不过我老婆有一点比较好，她就是一直告诉我的儿子，就是说爷爷奶奶虽然离得远，但是他们很爱你。所以我儿子在比较小的时候，其实非常坚信这一点的。所以，就是寥寥几次见面啊，比如过年回去啊，偶尔他们过来的时候，相处甚欢啊。我爸妈其实也会去陪我儿子，但是这一次10月份的时候他们来了，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。结果怎么说呢？就是我爸妈来了。这一次，按道理其实说出来给我们做粽子啊之类的，但是在我儿子的感受上非常的不好，就是我爸来之后没有花任何时间陪我的儿子，比如说哪怕打闹一下、玩一下，之前还有，这回来就在家里看看电视，看看《三国演义》啊，那个电视剧啊很老的电视剧，从头到尾看完了。我妈一开始也不怎么陪我儿子。就是后面是我让他去多陪一陪，我说难得来，才愿意去陪一陪，所以对我儿子的观感特别不好。我儿子就是当天我爸妈来的时候，专门等到半夜，因为我爸妈坐高铁过来，到我们家都11点了，我儿子都没有睡，
就等着爷爷奶奶。但是，一天天相处下来，特别失望，所以导致了小家伙最后萌生出一个想法：今年过年不想回去了。因为我们几乎就是除了疫情期间，几乎每年都回去。今年小家伙不想回去了，他觉得回去的话，爷爷奶奶也不会陪他，而且那边也特别无聊，在乡下也没有别的小朋友，所以他不想回去了。我一开始其实觉得就真的不想回就不回吧，但我内心其实还有些，怎么说呢？有些危机感，我有危机感。就首先我对父母有愧疚，其次我是想和父母亲近的，但是我儿子这一层呢，我其实也希望他和我父母亲近。那首先我儿子这一层他有点坍塌了，在我心上就有一个警报响起了。另外一点，我发现自己好像也很难真正做到去和父母亲近，因为其实之前我有一个保障，是谁呢？就是我老婆。我老婆是我的一个保障。我老婆其实很能洞察到以及体察到我的心情，所以她其实一直在帮我和我父母进行调和，让我们更亲近，去说话呀等等，做好吃的呀等等，然后生日的时候买东西呀等等。但我今年，我老婆其实今年身体不是很好，前段时间去医院了之后，当时也生出一个感慨，因为今年她也40了，她也生出一个感慨，就是好像这么多年都是为他人而活，她不想再委屈自己了，而且她也觉得老是她去付出，我从来没有在我父母面前说过她的好，从来没有去说让我父母和她相处得更好，反倒是我指望她来帮助我和我父母相处更好，指望我儿子让我和我父母相处更好。我一直给自己预设一个东西，就是我和我父母没话说呀，我从小到大没有这个习惯和他们说东西啊，我怎么和他们相处更好呢？虽然我内心深处是有这个渴望的，可是我做不到呀，你们不要逼我了，对不对？我是这个的。但是昨天的时候，就是我和我老婆大吵了一架，其实不是一开始不是因为这个，但是最后绕到了这个。然后我老婆点出一个点，她说：“你是不是危机感来了？这是你的危机感，因为之前可能有我和儿子，而且你可能没有那么的害怕，现在危机感陡然而生啊！”对，我就想到了，对呀，我的愧疚感。觉得自己好像很难做一个很孝顺的儿子，同时之前有指望妻子和孩子去替我去做一些事情，但现在指望没了，那我怎么办呢？对不对？我突然处在一个真空里头，这种感觉，我特别害怕，我完了，对。不过后来和老婆聊了聊，突然之间顿悟了。其实，在前面我们吵架的时候，我一直在想我是一个自身的躯壳非常厚的这么一个人，所以遇到事情的时候，我的自我保护机制启动的特别快。不过等到我冷静之后，我在想的时候，我觉得，哎呀，对呀，这一切其实都是我的问题，我应该做的事情呢。所以我当天下午决定给我父母打电话。对，我决定，我一直想和他们多说说话啊，应该去多说话啊，多和他们亲近一下，因为这是我自己的需求，不管他们去怎么做，因为这是我的需求。所以我既然有这个需求，我就要去做，我不能指望着别人去做呀，不能指望着孩子，不能指望着妻子去帮我去实现我的一些内心深处的想法。所以我就给我爸妈分别打了一个视频电话，他们两个不在一个地方，我妈在车上和他一个朋友正去买衣服呢，我爸在他的一个朋友的办公室。我突然之间跟他们聊的时候，突然之间发现一个事情，
他们根本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孤单、寂寞、无聊，而是我觉得很开心呐、终于不用工作了，有大把的时间了，想干什么干什么了。我爸甚至说，他上个星期还去福建自驾游去了。我妈现在不是也买衣服了吗？所以很多东西都是我臆想出来的，这是一点。这是第一点，让我突然之间，哎呀，我的愧疚感突然间降低了不少。但是第二点，我就和他们直说，我说我当然用了一定的策略，我就说我们今年可能回不去了，就是我儿子可能不怎么想回去今年。哎，他们都很吃惊，为什么呀？我就把之前那些东西都说了一下，我就说，哎呀，太无聊了，你们不陪他，等等等等。他们两个的反应不一样，但是最终都希望就是能再劝一劝。我就是我老婆也在劝着呢，就是再看一看吧。她过年回去还想去上海乐高玩一会儿，看一下有没有足够的吸引力等等啊，给自己留条后路啊。我是其实已经说好就是准备回的啊。不过我说既然这么无聊了，我爸甚至先说了，既然这样的话，其实可以少待一点时间啊。这其实就是我想要的，可以少待一点时间。确实在乡下也很无聊，我儿子和我老婆确实在那块儿也真的很无聊。所以我们今年计划就是先去上海，带他去乐高乐园玩一下，然后回老家过个年，过个几天嘛，3、4天。然后呢，在浙江啊、上海啊、江苏那一带选几个2线的城市去转一转，然后一路就回到西安了，就是也出去旅游了啊，也回老家了啊，孩子也开心啊，家人也开心啊，老婆也开心啊，很好，很好的安排啊。所以这个东西我当然没和他们说啊，这是我后面的一个计划。我其实和他们说这一点，其实也是希望他们有一定的危机感，就是你们既然希望和孙子，对吧，更亲近一点，你们也需要付出一些实际行动。很多东西我是觉得会有理所当然的成分。我还和我爸说了一下，我就说，我终于也明白有一个事情，这个事情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说，你以前瑶小的时候，就是我儿子小的时候，你会陪他玩，因为那个时候呢，你还没有，就是我大概是在8、9岁的时候去了县城，之前在村里嘛。之前小的时候，我爸还会陪我玩，他还知道怎么陪我玩。那等到我儿子这么大的时候，我儿子现在9岁，那我9岁的时候，我爸已经开始办家具厂了，他已经投入自己的事业里头了，什么都不顾了，家庭什么都不顾了。我是觉得他已经不会和孩子玩了，这么大的孩子他根本不会玩。然后我刺一下他啊。其实我觉得都是这样的。但是还有第3点让我的感受就是，其实我能从父母的话语里头感受出来，他们其实也想和我多亲近一点。甚至10月份的时候，我爸和我妈来的时候，我把我写的第1本小说给我爸看了，因为那本小说是我小时候为原型写的故事，里面有包括我爷爷啊等等啊，还有我表妹啊等等，还有当时留守村里的这种经历。其实我觉得我爸在看完之后对我多了一层了解，我也很开心。其实，所以我能感受出来他是也想和我更亲近一些的，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办，因为我们都没有这个习惯。所以我觉得，既然我不管他们是最终是什么样一个状态，他们想达到什么一个状态，但我既然想和他们多亲近一下，那就不要说给自己总有些借口，就是说，哎呀，太忙了，或者说等以后啊，我这个有更多机会出差，到南方出差的时候都会去看看他们呀，这些东西都是虚的。既然在这个情况下有这个想法，就去做。因为想做到什么，想得到什么东西，就需要自己去努力付出。这句话其实是我老婆之前和我说过的，我一直没有放在心上，因为这个东西涉及到整个家庭生活里的很多方面都是这个样子。你想要什么东西，你就需要去付出，你不要指望着别人。这个我确实觉得应该是这个样子。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事在人为吧。我既然有这个想法，那我就自己去真的去做去。我相信很多东西都慢慢会变得更好，我也不会有那么大的愧疚感。
生活其实也一直在往前走。我当然也不希望自己有很多遗憾。当然，我也相信我父母，其实在现阶段啊，他们其实才60岁，他们应该有很开心的晚年啊，才这个怎么说，才退休了啊，有大把的时间啊，经济上也不愁啊，和朋友出去玩啊等等，很开心的嘞，根本不用我那么操心，对不对？想想看我今年也40，马上就40岁了，真的，我觉得好像60岁也不是很远的样子。那个时候应该心态也还挺年轻吧，不至于很老吧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这么一个事情，就是真的，家庭生活，我是觉得对一个人是最为重要的，家庭的关系也是最为重要的。但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会有一些本身固有的一些观念、想法。但假如你是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的，可以接受的，那么我觉得坦然的接受这些东西。但假如你希望有所改变，那你就不能指望着别人去改变，夫妻关系、亲子关系等等，你不要指望着别人去改变。人的改变是非常非常难的，但假如你有意愿去做改变，你成为那个走出第一步的人，我相信这会带来连锁反应。他人在感受到你的变化之后，我相信他也会相应的产生一些变化。虽然未必会达到你想要的那种最终的状态，但是我相信绝对会让你更为舒适。这个我觉得才是最为重要的吧，对吧？是不是啊？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啊。其实还有就是，我现在已经开始当中文老师了。如果想跟我上私教课的朋友啊，点击底下链接啊。还有就是，我现在每一周呢也会专门做一个会员播客啊，大概20分钟左右，聊一些更深入的话题啊，甚至涉及一些敏感的话题啊。如果有兴趣的话啊，我会提供文本，也会提供音频啊，大家可以成为我的Patreon会员啊，特别便宜哦，1个月只要$5啊，特别便宜啊。那么咱们下期再见。